大家好，欢迎来到密室客栈。今天我们再来聊聊文革。我们大部分人在看文革历史的时候都会不自觉地带入到受害者视角，因为同情弱者属于我们人类的本能。虽然说文革被定义为10年浩劫，也的确是个悲剧，但是如果你想要更全面地理解文革这段历史，那你还是得看看那些文革中所谓的反面人物，比如造反派、四人帮，这些人当初的内心想法是什么？他们眼中的文革和如今主流的文革叙述又有什么不一样？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特殊人物的回忆录。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徐景贤，他是文革时期的造反派名人，曾经担任过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第9届、第10届中央委员。徐景贤属于江青集团上海帮的骨干成员，上海人喜欢称他为徐老三，因为在文革时期，张春桥是上海滩的老大，姚文元是老二，而徐景贤呢是这俩人的跟班，所以叫徐老三。四人帮粉碎以后，徐景贤被判了有期徒刑18年。1995年刑满释放之后，他回到了家中，开始写自己的文革回忆录，一直到他07年去世。徐景贤的回忆录有个很大的亮点，就是按理来说呢，徐景贤应该算是一个有罪之人，但是他的书中很少有什么反思或者忏悔，他没有像溥仪那样把回忆录写成忏悔录。按照徐景贤自己的话说呢，就是忠于事实，对历史负责，是他写回忆录的基本信条。而且他的书是在香港出版的，基本上属于是放开了手脚在写。徐景贤虽然只是四人帮的跟班，但是他也亲身参与了文革当中的很多大事，比如上海的造反派夺权、万人大武斗，以及最后未遂的上海武装起义。徐景贤的回忆录对于历史研究可以说非常的有价值。当然，本视频不带我个人立场，纯粹是给大家还原一下徐景贤回忆录中的内容。我们下面就进入正题。徐景贤于1933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生来就有一些文学天赋，从小呢喜欢写作。高中毕业之后，他进入了上海市委宣传部，在工作期间呢，他也经常会在报纸上发表一些评论、杂文以及小说。1964年，上海成立了市委写作班，徐景贤开始出任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成了专业的无产阶级笔杆子。他这个写作班的任务主要是批判一些文学作品和电影，也就是专门搞文斗。徐景贤说自己当时长期接受共产党的文化熏陶和教育，已经形成了一套根深蒂固的极左世界观。他当时认为自己这是在用笔和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做斗争。在市委工作期间呢，徐景贤结识了同为笔杆子的姚文元，以及主管文艺和宣传的领导张春桥。徐景贤和姚文元的经历都差不多，一来二去呢，两人就成了朋友。论文笔，徐景贤并不比姚文元差，论口才和形象呢，徐景贤都更注重。不过姚文元靠着自己的批判文章很快就出了名，也更受领导张春桥的重视，这让徐景贤很是羡慕，他也非常的想走姚文元的路子。1965年初，姚文元来到了徐景贤的市委写作班，开始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这期间呢，写作班的人为姚文元收集了大量的写作材料，并且严格保守秘密。这篇文章一共写了10稿，历时8个月。在一群人的共同努力之下，这篇文章于同年的11月发表，一鸣惊人，算是正式揭开了文革的序幕。而徐景贤所在的写作班也因此获得了江青的表扬。不过徐景贤说他自己在文革的一开始并非是造反派，而是一名保皇派。原来在文革开始之后，北京的红卫兵就不断的到上海来串联。这些红卫兵到了上海之后呢，住在各个学校里，不断的到市委来上访，于是市委大门口就开始越来越混乱。北京的红卫兵搬出了毛泽东亲自写的炮打司令部，说对上海市委也要炮打。而徐景贤当时是上海市委文革小组成员，他呢就守在这个市委的门口和红卫兵辩论，说毛主席要炮打的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而现在的上海市委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应该炮打。红卫兵呢要开批斗大会，要求这个市委领导必须全部到场。可当时的市委领导们一个个都躲着不敢去，最后呢他们就让这个徐景贤代表市委去接受红卫兵的批判，这就让徐景贤非常的委屈。
觉得自己成了市委领导的挡箭牌，站到了群众的对立面。徐景贤说，他对红卫兵运动始终是抱有一种同情心理。在徐景贤看来，红卫兵其实也不能一概而论。他说，最早来上海的红卫兵叫做南下军团，其中很多呢都是干部子弟，也就是红二代。这些人大肆宣传血统论，声称呢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一到上海，就跟上海本地的一些高干子弟联合了起来。这些人骑着摩托车，挥舞着皮带，在南京路淮海路一带随意的打人和抄家，最后闹出了很多人命。文革一开始的暴力事件，基本上都是这帮人搞的。而上海市委害怕这些红卫兵找到自己头上，就不敢管束他们，还引导他们到社会上去找那些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比如知识分子资本家之类的，最后导致很多人是含冤而死。然而徐景贤说，在66年国庆节以后再来上海的红卫兵就和前面的不太一样了。这些人不是干部子弟，没有贵族血统，他们来上海也不是去破四旧揪牛鬼蛇神，而是直接把矛头对准了上海市的各级领导，这也就是所谓的造反派红卫兵。这个道理呢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只有找当权者的麻烦才能算是造反，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反贼。当时的徐景贤呢是以市委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接待了这批红卫兵，并且他和其中几个北京来的大学生有了比较密切的往来。徐景贤回忆说，这几个大学生红卫兵他从来不参与什么打砸抢，而是经常在学校等一些地方找人谈话。这些红卫兵告诉徐景贤说，毛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文化大革命把共产党内的领导干部全部都检验一遍，看他们能否过得了社会主义的关。现在的体制和机制都是保护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他们长期脱离群众，做官老爷，搞特殊化，还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镇压群众，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所以群众一起来，他们就害怕了，就开始执行那些压制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来这里就是要按照毛主席的部署对他们进行炮打，把他们打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听到这里呢，徐景贤就问他们说，这样闹岂不是要天下大乱吗？这些红卫兵对徐景贤说，没错，我们的前提就是要乱一乱，打碎原先的那一套，不然呢，这些领导干部一贯认为反对他们就是反对党，而且有原来的体制保护，他们是有恃无恐，根本不会来理睬你。只有搞得他们非常狼狈以后，他们才不得不放下架子，才会听你的。听完这些话以后呢，徐景贤从内心是很佩服这些红卫兵，也对红卫兵们所说的内容十分的认同。徐景贤认为，当时党内的官僚思想和特权制度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程度，和苏联的修正主义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他从自己的经历讲，说自己在外地出差，发现绝大部分城市都建有非常高级的招待所，专门供给各种领导人居住。这些招待所占有最好的地块、最好的设施以及最好的环境，还有大批的服务人员专门为领导们服务，用着最先进的医疗设备、最好的医疗班子。这些特权阶层享受的服务和老百姓们的贫苦生活形成了特别强烈的对比。此外，徐景贤还说，当时的共产党内是等级森严，凡事都讲等级。徐景贤结婚的时候去申请住房，只能分到一个6平米的房子，连窗户都没有。而那些部长们，他们住着成套的大洋房，楼下还有花园。食堂吃饭的时候要分什么大灶、中灶、小灶，甚至要用什么办公桌、坐什么椅子，这些全部都要讲等级。对于上海市委的领导们，徐景贤呢更是一肚子气。这些领导们抵触群众运动，喜欢搅浑水，他们把知识分子和资本家抛出来转移矛盾，调动农民和工人成立保皇组织，挑动群众斗群众，把徐景贤这些人当作挡箭牌，自己呢躲在后面不出来。想到这里，徐景贤是彻夜未眠，经过反复的考虑，他毅然决定站出来造反。他是文革小组成员，又是写作班的书记，他如果倒戈，将是对上海市委的致命打击。当然，徐景贤在做这件事之前，他也打电话请示了姚文元和张春桥。张春桥和姚文元对他的想法表示了赞成，这就让徐景贤非常的安心。在徐景贤看来，姚文元和张春桥的态度就代表了毛主席的态度，就好像毛主席是上帝，而张春桥和姚文元两人是大主教。在1966年12月18日，徐景贤带着市委写作班，联合市委机关的其他造反力量，开始正式宣布造反，并且他们在上海的文化广场召开了造反大会。市委机关的内部人员出来造反，这在当时的中国属于是首例。大会现场呢，有工人造反派压阵，还有3000红卫兵在维持秩序。
坐在主席台上的是徐景贤和王洪文等人，而在台上站成一排接受批判的有上海市委书记陈丕贤、上海市市长曹迪秋以及其他一些市委常委和各部门领导。这些领导人平时都在东躲西藏，完全没有想到后院会起火。徐景贤以他玄和般的口才，在大会上做了长篇讲话，隶属了上海市委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行。而台下呢，传来了山呼海啸般的口号：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贤，揪出曹迪秋。大会过后，上海市委算是彻底瘫痪。徐景贤一战成名，他接到了姚文元打来的电话，说毛主席听说上海的机关干部都出来造反了，非常的高兴。姚文元还告诉徐景贤说，毛主席在自己的生日宴会上说了一句：祝全国全面内战的开始。这句话听着有点让人不可思议，但是徐景贤非常确认这就是姚文元的原话，而且徐景贤认为这话完全符合毛主席的风格。在这之后，上海爆发了1月夺权运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徐景贤出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上海市委书记，张春桥则是革委会的主任，成了上海滩的老大哥。在徐景贤的回忆中，张春桥这个人生活非常的简朴，没有什么不良嗜好，说话办事非常的稳重。而在徐景贤的文字中也可以发现，他对于张春桥是非常的敬重，并且呢，徐景贤认为上海的1月夺权并不是张春桥的阴谋。他说，张春桥虽然是上海夺权的组织者，但是夺权的指导思想以及总指挥应该是毛主席。可以说，徐景贤的这些想法应该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造反派的一些普遍认知。他们认为张春桥就代表了毛主席思想，而毛主席思想就等同于张春桥，这两者就不应该有什么区分，只不过是四人帮最后失败了，所以这两者才做了切割。说到失败呢，徐景贤认为毛主席最失败的地方莫过于选拔继承人。毛泽东最早认定的3个继承人刘少奇、林彪、王洪文全都没有好下场。林彪和刘少奇就不用说了，这俩人徐景贤也接触不到。这里说说王洪文，徐景贤和王洪文都是造反起家，夺权之后这俩人成了同事，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徐景贤说，一开始接触王洪文的时候，感觉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复员军人。王洪文喜欢穿军装，一口东北普通话，文化水平也不高。复员之后，在国棉17厂当保全工，文革时期成了第一批造反的工人领袖，参与创立了文革时期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徐景贤说，王洪文这个人能起来，也是靠的张春桥。张春桥在上海平息安亭事件的时候，认识了工人领袖王洪文，而当时的工总司除了王洪文以外，还有个领袖叫做潘国平。但是张春桥考虑到王洪文的出身比较好，所以就让王洪文当了一把手，把另一个在造反初期影响力更大的潘国平给贬了下去。这使得王洪文对这个张春桥是感恩戴德。后来王洪文身居高位，职务比张春桥都要高，但是王洪文对于张春桥还是唯命是从。王洪文多次对他的小兄弟们说，没有张春桥就没有我们这些人。在徐景贤的回忆中，王洪文身上最有激情的点莫过于武斗，其中最火爆的一次武斗事件发生在1967年，事件名称叫做砸烂联司。这个联司是什么呢？当时上海有个很大的厂叫做上海柴油机厂，现在呢属于上汽集团。在文革时期，这个厂里面的工人分为2派，其中一派叫做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而另一派呢简称东方红。这2派呢都说自己才是造反派，对面是保皇派，互相之间经常武斗，打的是不可开交。而王洪文的组织工总司是上海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当时他们比较偏向于东方红这一派，于是这个联司就非常的不服气，提出了要2次夺权，跟这个工总司对着干。而在当年的7月20日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毛泽东当时在武汉被武汉的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给围了，形势非常的危险。林彪等人非常的紧张，认为武汉的陈再道可能是在搞兵变，于是毛泽东紧急撤出武汉，飞到了上海。巧合的是，当毛泽东飞到上海的时候，这个上柴厂东方红派有一个叫做谢福进的干部被联司的人给打死了，这下就搞得群情激愤，人们纷纷要求严惩联司。于是到了8月4号的凌晨3点，王洪文在华山路召开了工总司全体委员的紧急会议，准备对这个联司动手。王洪文把杨浦区的地图摊开，在上柴厂的周围标出了很多作战地点，
做出了详细的作战部署。为了防止连4的成员从黄浦江上逃走，他还特地从港务局调来了几艘巡逻艇，把这个江面直接封锁。部署完毕之后，王洪文都等不及张春桥的批准，就下令全体出动。当时上海的天还没有亮，只见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乘着1000多辆卡车向这个上柴厂进发。所有的卡车上面都拉满了工人，这些工人拿着钢管铁棍，戴着柳条帽，整个队伍总共加起来竟然有10几万人，把这个上柴厂围了个水泄不通，场面极为壮观。在武斗开始之前，双方先是用高音喇叭对轰，随后呢，进攻方用几辆铲车推倒了上柴厂的围墙。一声令下之后，黑压压的人群就开始往厂里面冲。防守方的连4虽然人很少，但是他们意志坚决，开始死守办公楼。他们用一种很粗的橡皮筋制作了几个超级大的弹弓，这种弹弓的杀伤力和射程都非常的惊人，很多人都被这玩意弹伤。此外，楼顶上的防守人员还往楼下扔石头、燃烧瓶，甚至还有人喷射强酸，这使得进攻者一时无法逼近，战斗非常的激烈。不过毕竟是双拳难敌4手，随着外面队伍的强行进攻呢，连4的大楼很快就被占领，只有最后的一个4号楼久攻不下，那里是连4的总部，防守非常的严密。正巧在这个时候，旁边的一间车间失火了，一些人开始忙着救火，没想到这个火灾反而启发了进攻者的灵感。而在现场的消防队员司令吴大炮调来了17辆消防车，把这个4号楼团团的围住，并且把云梯给架了上去。然后进攻方就利用云梯上的高压水枪对着楼顶上的防卫者猛烈的喷射，防守方被这个高压水枪冲的是稀里哗啦，根本无法招架。于是呢，进攻方开始蜂拥而上，解决了最后一个据点。这场大战一共持续了10几个小时，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傍晚6点。战后那些被俘虏的连4成员全都被打得很惨，很多人都受了伤，但神奇的是，这场大战竟然没有死人。我们前面不是说毛主席当时正好从武汉飞到了上海吗？所以说这场武斗啊，毛主席是知道的。不仅如此，砸烂连4的整个过程还被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几个摄影师用好几部摄像机原本的给拍了下来，然后呢，剪辑成了50分钟的纪录片，供毛主席在电视上观看。后来徐景贤就听张春桥说，毛主席看这个武斗的纪录片啊，看得非常的起劲，前后一共为他播放了5次。毛主席还称赞云梯上的那些人非常的勇敢，而工人领袖王洪文也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都知道啊，毛泽东这个人他不喜欢知识分子，反而是比较欣赏王洪文这种大老粗。徐景贤说，毛泽东后来有意让王洪文接班，在中共9大的选举中，王洪文和徐景贤都当上了中央委员。而在10大之后，王洪文一跃成为了党内3号人物，他是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的副主席。然而王洪文这种人似乎是习惯了随性的生活，他很难融入到他的政治身份中去。徐景贤说，王洪文这个人非常的爱喝酒，简直就是嗜酒如命，他有时候一天要喝4顿酒，还必须得是茅台。王洪文虽然嘴上批判资产阶级，但实际上呢，王洪文很追求这种物质享受。王洪文夺权之后，就住到了以前市委书记才能住的那种花园洋房里，后来去了中央更是不得了，又搬到了一栋3层别墅，再后来他连别墅都不愿意住了，又搬到了东湖路7号一个很大的院子里，里面有游泳池，有网球场，甚至王洪文还想把东湖电影院也搬进去。王洪文光在上海的汽车就有6辆，其中还包括进口的奔驰和苏联的伏尔加。毛泽东后来让王洪文在北京学习，推荐王洪文读这个刘盆子传，意思是说你别跟刘盆子一样了，当了皇帝以后还想着放牛。毛泽东还让周恩来亲自带着王洪文参加各种中央的会议，会见来访的外国元首，可以说对王洪文是寄予了厚望。奈何这个王洪文呢，他确实不怎么争气，王洪文根本读不进去书，在北京呢，整天只知道和自己的兄弟们喝酒打牌、看电影、钓鱼、打猎，他经常背着猎枪出去打野兔，一打就是一天。这些活动还都不是王洪文一个人去，而是一出去就有一大批人随行，什么秘书、司机、警卫员、护士，前呼后拥。看到王洪文很难成大器，毛泽东后来就放弃了让王洪文接班，而王洪文的心理承受能力很差，他觉得自己受了冷落以后还愤愤不平。粉碎4人帮之后呢，王洪文的下场很惨，在监狱里生病后没几年就去世了，终年才56岁。除了王洪文，徐景贤在回忆录里其实也讲了一些林彪的事，他对于林彪这个人的评价可以说相当的低。徐景贤认为林彪这个人的野心太大，迫不及待的想要接班。他亲眼目睹了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林彪带着自己的手下对张春桥发起了突然袭击，
差一点就要把张春桥揪出来批斗。后来多亏毛主席的及时出手，张春桥才躲过一劫。除此之外呢，徐景贤还讲了一个特别的故事。故事呢是关于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徐景贤还特别保证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因为林彪出事之后呢，徐景贤当时在上海参与到了抓捕林彪的心腹王伟国，其中很多证据都是他的亲眼所见。原来在这个1970年5月，林立果在上海组建了一个名为上海小组的特殊组织。这个小组一共有20多人，配有手枪、相机还有汽车，而这群人唯一的任务就是帮助林立果在上海选美。这个选美是怎么选的呢？主要就是2个人一组，开着车在街上转圈，看到路上有长得年轻漂亮的姑娘之后，就马上跟在后面，一直跟到这个姑娘的上班单位，然后他们就拿着部队的证件还有介绍信去找这个单位的人事部，声称是来找文工团的团员或者是医务工作人员，要求调阅这个姑娘的档案。接下来就是和这些姑娘安排见面，骗这些姑娘入伍。在见面期间，这些人会给这个姑娘秘密的拍照，把这些偷拍的照片归档，供这个林立果查阅。徐景贤亲眼看过这些相册，他说每本相册里面包含了60-70名年轻漂亮的姑娘，每个人一页，上面都有编号。其中有个女孩被他认出来是上海舞蹈学校白毛女剧组的一位演员，这是徐景贤直接主管的样板戏剧组。就这样呢，一些女孩就被蒙在鼓里，经过了体检，办了入伍手续。等这些女孩稍微适应了一点部队生活以后，这个林立果就开始找他们谈话。谈话的地点是上海的巨鹿路空四军招待所院子，里面有一栋独立的洋房，这里被高高的围墙包围着，既隐蔽又方便。林立果每次来上海都住在这里，而上海小组的人一般会在晚上8点左右开车把这些女孩送到这里，期间招待所的厨师们会做好酒菜。谈到最后呢，有的女孩就会被林立果顺利的拿下，当然也有女孩会不愿意。徐景贤后来看到了一位上海小组成员的记事本，上面是这么记录的，比如说林副部长找谁谁谁谈话，谈到9点半结束送回，或者是谈到晚上10点不理想，这种就属于没有得手。而另一种就是写着某年某月某日副部长找谁谁谁谈话，谈到晚上11点进餐，凌晨3点送回还有的是天亮以后送回，这种就是林立果得手了。总之呢，徐景贤认为林彪这一家子都非常的离谱，这父子俩得亏是没有接班，不然中国呢还得倒大霉。当然文革时期离谱的故事还有很多，这些都只是冰山一角。比如说徐景贤在回忆录中还讲了一个马天水的故事，说这个造反派夺权以后张春桥就感到上海的整个权力机构运转的不灵，因为王洪文徐景贤这些人都有点草台班子，没有管理城市的经验。王洪文报告说上海的煤炭只够用5天的了，一群人就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呢，张春桥就想起来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上海市原来分管经济和生产的书记，叫做马天水。马天水在党内的资格很老，比张春桥都要高一个级别，而且他这个人非常的勤奋，一天要工作15-16个小时，生活也很朴素，不抽烟不喝酒，周围的人都很佩服他，都叫他马老。马天水对于上海的计划经济和生产那是相当的熟悉，比如说上海要煤，他一个电话打到山西就可以把煤调过来。在文革开始之后呢，马天水就被这个造反派给打倒了，成天在家惶惶不可终日。而张春桥呢就觉得马天水这个人还是有用，于是就让徐景贤单独的找这个马天水谈话，暗示他只要肯揭发肯交代，就可以给他一个亮相和洗白的机会。马天水当时已经无路可走了，所以就归顺了张春桥这一伙。后来在批斗大会上，马天水咬牙切齿的指着这个市委书记陈丕显等人痛骂，情绪非常的激动，揭发起来比谁都揭发的凶。徐景贤在回忆录中说，他说有些人你别看他挨整的时候非常的可怜，但他们一旦有了机会重新掌握大权以后，整起别人来也是毫不留情，下手非常的狠辣。这种现象在文革不是个例，属于是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四人帮倒台之后，马天水就被中央认定是四人帮的余党，被开除了党籍，并且以反革命罪逮捕。然后呢，马天水这个人就真的疯了，就开始胡言乱语，然后就被送进了这个精神病院，一直到他去世都没有从这个精神病院里出来。所以你看，在文革这种反复无常的环境当中呢，这些人真的是想不疯都难。在回忆录的最后，徐景贤讲了文革结束时上海的四人帮余党，
这是一场未遂的武装起义。在1976年的10月6日发生了怀仁堂事变，四人帮当时就全部被抓了。但是因为封锁消息的缘故，在上海的四人帮余党，也就是徐景贤这些人还不知道真实的情况。第二天，也就是10月7号，上海的马天水被中央办公厅叫去北京开会。在这之后呢，他就没了音讯。到了第3天，也就是10月8号一早，张春桥的老婆文静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电话，都没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徐景贤呢，就给姚文元还有王洪仁这些人打电话，结果发现不管是谁打，也不管是什么渠道怎么打，这几个人的电话是一个都打不通。当时徐景贤就意识到这是出大事了。王洪仁手下有一位叫做王秀珍的人，他当时是上海市委的一名书记，他非常的激动，说老帅是动手了，这右派要上台。为了摸清北京的真实情况呢，徐景贤这些人就派专人飞到北京去打听消息。他们当时约定了暗号，说如果北京出事了，暗号就是老娘心肌梗死。结果当天晚上电话里就传来了消息，说这个老娘心肌梗死。这一下大家就全慌了，说这个下一步不就轮到我们了吗？于是呢，徐景贤和上海的几个常委书记以及张春桥的秘书王洪恩的秘书这些人聚在一起商量对策。这期间呢，就有人说这是右派的政变，我们要跟他们对着干，要血战到底。还有人提议说把这个上海的民兵全都拉出来打，就跟当年巴黎公事那样。王洪恩的手下王秀珍就说，他在白天的时候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人谈过了，带枪的武装民兵当时有2500人，没有枪的呢有31000人，全都在各个工厂待命，随时都可以拉出来。还有人提议说，这个光是民兵也不行，还要联合上海警备区一起搞武装叛变。这些人里面要数王洪仁的兄弟们情绪最为激动，这些人七嘴八舌地说，一定要报复，大不了就掉脑袋。我们的民兵即便是打2-3天也好，只要是枪声一响，全国人就都会知道，历史上会记住我们的功绩。徐景贤当时认为中央很可能是就近调60军来抓他们，他们要抵抗到底，而拉民兵呢是个好主意。张春桥早就提到过，说如果有人要搞上海，那上海的民兵就是我们最后的底牌。于是呢，徐景贤就写了一封手令，要求这个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所有的民兵进行待命。同时呢，他们开始给民兵大量的增发武器，一次性发了步枪35000支，还有各种的炮弹、火箭筒、反坦克武器。徐景贤说，我们策划的革命武装叛变已经是箭在弦上，只要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入到一片血海。然而仅仅在1天之后，也就是10月9日，这事情突然就有了转折。马天水突然从北京打来了电话，在电话中他通知徐景贤和王秀珍明天上午来北京开会，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说四人帮没有事，4个首长都还好，他们只是工作忙，所以不接电话。这一下就把众人给搞懵了，前面都说四人帮被捕了，现在马天水又让去北京开会，这到底谁说的是真的？那有人呢就认为这是鸿门宴，凶多吉少。不过徐景贤和王秀珍呢，最后还是决定去北京看看虚实。同时徐景贤还吩咐下面的人说，他俩去了北京之后2-3天内只要没有消息，上海的人就决一死战。结果呢，这俩人第2天一到北京就全都明白了。在北京具体怎么谈的，徐景贤没有说。总之呢，徐景贤是怂了，然后呢向中央表了态，表示回到上海以后要妥善处理。就像俗话说的秀才造反嘛，就很难成功。几天之后，徐景贤、王秀珍还有马天水一起回到了上海。一下飞机就被王洪仁的兄弟们包围了，人们就开始问这几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几个人全都是哑口无言。而徐景贤呢，从怀里掏出了毛泽东的手记，上面写着你办事我放心。于是呢，上海的基地人心涣散，再想拉民兵大干一场已经干不起来了。而中央派出的工作组也在几天之后抵达了上海，直接控制了上海的局面。再后来就是徐景贤和王秀珍被秋后算账，一个判刑18年，一个是17年，这个故事也就正式完结了。徐景贤的回忆录名称叫做10年一梦，意思就是说文革10年就像是他的一场梦。我个人觉得文革这个梦对他来说可能不是噩梦，也许他到最后都没有从文革这场梦里走出来。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可以点赞订阅，我们下次再见。